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，地下空间开发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。为了达到地下空间最大利用率，满足车位及其他功能性空间的需求，开发商选择将地库做大做深，这也给地下空间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。地下室的重量与该区域原来土体重量相比较轻，造成地下室空腔结构的总体密度小于水的密度。如果施工期间不考虑抗浮问题，或由于抗浮构件失效、施工质量缺陷等原因，极有可能导致地下室出现上浮破坏，引起底板隆起开裂、梁柱节点破坏、墙柱剪切破坏等严重工程质量事故。施工期间如果连续降雨，基础肥槽没有回填或者肥槽回填不密时，导致基坑大量积水，形成膨池效应。主楼自重足以平衡水浮力作用，而地下室顶板覆土未回填，无法起到配重抗浮的作用，导致地下室顶部和底部变形不一致，呈现中间大，两边受主楼约束变形小，表现为空间空浮桁架受力模式。地下室底板、顶板和柱子共同受力，柱子上下端的弯距和剪力极大。对于中柱，由于原设计荷载工况下弯距较小，按受压构件设计，纵筋基本按构造配置，柱子的抗弯承载力不足，在柱子两端受弯且受到剪力影响，不协调的变形使柱子节点出现偏心受压，裂缝由最初的水平裂缝发展为斜向裂缝，造成柱混凝土爆裂、钢筋弯曲。那么工程界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？传统通过覆土配重，或者设置抗浮锚杆、抗拔桩等地下室抗浮的施工方法均属于被动抗浮。当地下室周围土体为渗透性较小的粘土，地下水以孔隙水的形式附存于填土中，或仅有上层治水以及地表渗水的地质条件下，可采用主动抗浮法来解决地下室的抗浮问题。泄水减压抗浮技术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主动抗浮方法，它是通过在地下室外墙或底板上设置泄水装置，让地下水有组织地进入室内排水沟，通过排水沟汇集到集水井，然后由水泵将水排至室外。泄水减压抗浮技术可以将地下水位控制在预定的标高范围内，从而减小或消除地下水对建筑的浮力影响。该方法具有原理简单、施工便捷、工艺先进、安全可靠、经济性好等诸多优点。由于水浮力得到控制和减小，使地下建筑物的结构受力减小，不仅可以对地下室结构底板及侧墙设计进行优化，而且可大幅减少传统方法中抗浮构件的工程量，从而大幅降低工程造价。另外，由于节省了常规抗拔桩或抗拔锚杆的施工时间，可以大大缩短工期。同时，由于地下建筑物周边的地下水位降低，水压减小，地下室出现渗水的概率也随之减少，对地下建筑物的防水抗渗也有一定的帮助。以武汉光谷新世界中心 A 地块项目为例，采用抗浮锚杆方案，施工造价约为2000万，而采用泄水减压法技术方案，施工造价仅为380万，而且由于施工与主体工程同步，节省工期120天。因此，泄水减压抗浮法是一项值得大力推广的地下室抗浮新技术。